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开发软件，来预测对台军售会引起中国多少漏火。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说一说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开发软件，来预测对台军售会引起中国多少漏火。看来美军呢还真是讲科学。据路透社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组织开发了一个软件工具，用来预测中国对美国支持台湾当局的行为会做出什么反应。这里面包括军售、美国支持的台湾当局的军事活动，甚至是美国议员窜访台湾等等。通过软件来模拟假想敌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优化自己一方的应对方案，这很正常。世界各国的军政当局和情报当局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美国方面的出发点就非常可笑。如果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制作的一种软件来模拟一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部队在西太平洋的具体交战，那还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军方机构，居然把模拟的对象放在政治层面，打算推测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不会因为美国的反华举动而愤怒，愤怒的程度会是多少，这个就比较荒唐了。这种预测并不应该发生在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室里面，而应该是发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换句话说，拜登和他的幕僚是干什么用的？这可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在美国现在的军政系统当中，在对华关系方面，大家都是在盲人摸象。拜登政府并没有拿出明确的预案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军方采取什么等级的行动。军方自己也是两眼一摸黑，完全不知道躲在华盛顿的这些人会给自己捅出什么篓子，或者什么时候需要美国军队连夜动员到西太平洋去送死。换句话说，孙子兵法中所讨论的妙算，在今天的美国可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大小小的政客们都在忙于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观点，来保住自己的选票和预算。在很大程度上，台海问题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中国方面的政策模糊，而是美国自己的模糊政策所导致的。中国的政策从来没有模糊过，完全是清晰的。台独分子和美国的很多强硬的反华分子不断的要求拜登政府要明确的表态，一定要出兵阻止中国统一为了保护台独政权，要不惜和解放军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但是拜登政府却从来不肯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仅仅是表示自己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是也反对中国武力统一还表示一定要增强台湾自己的防卫能力。这样的模糊立场不得不让人想起《三国演义》当中的张飞他在长坂坡桥头的那一句台词怎么说的？战有不战，退有不退，却是何故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的立场就非常的明确。中国大陆在反分裂国家法当中第8条明确的给出了引发统一战争的几个条件。首先，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这就让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军事指挥机构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因为美国的政客们一直在没完没了的挑衅着第8条的内容，似乎不把这个战火点燃，就不能够显示他们也是政坛上的一个人物一样。但是和美国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一样，惹是生非的是这些政客们，冲上去挨枪子儿的就是美国大兵。所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编制这份软件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事实上，这也存在着另外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国方面虽然规定了武力收复台湾的几个必要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是电钮并不是手指一按，战争马上就爆发了就开始了。就算美国政客和台独当局越过了红线，那么什么时候启动战争，用什么方式启动战争，主动权仍然是在中国大陆手里的。大陆就算认定和平统一的希望已经完全丧失，也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可以一战取胜的情况下才会去发动战争。想要牵着中国大陆的鼻子，牵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鼻子走，美国政客们是没有这个本事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些马龙们也编不出这样的软件来。好，
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